大家好，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。人龙八冰川坐落在距离然乌湖35公里的 S201 旁，与来古冰川、米堆冰川不同，人龙八冰川尚未开发为旅游景区，因而保留了原始的状态。这座远离尘世喧嚣的冰川究竟隐藏着些什么？欢迎大家观看三人自由行，这一集我们就带大家去探寻人龙八冰川的秘密。11月初的然乌湖畔已经到了不开暖气和电褥子就无法安稳入睡的时节，酒店床头吸氧设备的管线也在时刻提醒着我们，这里的海拔有3850米。吃过早饭，收拾好行李，一天紧张又精彩的旅途就开始了。如开头所说，虽然从然乌湖畔到人龙八冰川只有35公里的路程，但这一路上可谓崎岖逶迤，在不知不觉中就爬升了几百米的高度。路上我们总是担心错过了标识，于是便向路旁的车辆询问。正赶巧，他们是从人龙八冰川驱车返回的。交流的过程中，这位朋友一直和我们强调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车开进去。他们就是一时兴起，驱车冲入万山丛中，从而不出意外地陷了车，差点融入那白茫茫的雪原里，一去不复返。明白。前面，但是你那里过不去，我们车刚陷里面。既然有了过来人的指引，那我们便安心前行。省道旁路牌下，我们的藏族兄弟翘首以盼，看起来我们是他们今天的第一批顾客。谈好价格，我们3个人一共200元，便开到登陆地点，坐上拖拉机，准备出发。根据我们的藏族兄弟讲，人龙八冰川要下到穿行7公里才能到达其山脚下。起初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，直到在拖拉机后斗的侧翼上体会到臀部与金属不停撞击的痛苦后，我们才幡然醒悟，这恐怕会成为我们进入阿里北线以来走过的最艰难的一段路。哇哦，这个一路这叫乘风破浪啊！总结下来就是3个注意，2个不做。第一，注意带坐垫；第二，注意戴手套；第三，注意戴墨镜。2个不做则是高反的朋友不要做，腰不好的朋友也不要做。这些小贴士你记住了吗？顶着11月的寒风，拖着快散架的身躯，一栋象征着人类文明的简易房屋缓缓映入我们的眼帘。强如拖拉机也只能开到这里，接下来的2公里路需要我们自己走进去。在网上一搜人龙八冰川的简介，大家写的基本都是百度百科里的介绍，而百度百科的介绍则好巧不巧是路旁介绍牌上的文字。简而言之，我认为人龙八冰川有2个突出的特点。第一，景色非常壮观，但未被开发成景区，很好的保留了原始的样貌。第二，可以深入冰川内部探索游玩。让大家比较失望的是，我们这次并没有深入冰川探寻。一是3个人经历了7公里完全没有减震的颠簸，都有一些喘不过气；二是也考虑到安全问题，毕竟皑皑白雪下覆盖的不知道是坚实的冰层还是无尽的深渊。
这也是要提醒大家的，作为未被开发的景区，如果想深入探索，找一位熟悉路况的当地朋友是最低限度的保障，切莫玩心过重，独自前往。回到停车场的简易房屋边，藏族兄弟招呼我们进去。没想到在这种地方，我们还能喝上酥油茶，吃上糌粑，实属意外之喜。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，这栋小屋子居然还有电。出门一看，原来有2块太阳能板摆在地上。这简易却不简单的小屋，你爱了吗？暖和完肚子，犒劳好身体，我们便告别了大自然母亲的杰作，重新坐上拖拉机的后斗，向着我们熟悉的方向归来。而在快要到达公路的时候，我们居然还真的遇见了一车成都的朋友，开着陆巡就进到了这里。不得不佩服他们是艺高人胆大啊！告别了藏族兄弟，我们就继续开始赶路。这一路上，我们在意犹未尽中回味着上午那奇伟磅礴的美景，也对开头我们提出的疑问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。人龙八冰川究竟隐藏着些什么？对我们而言，那里隐藏着的不仅是意料之中的大好河山，还隐藏着许多无忧无虑的高原精灵，以及我们最亲爱的热情的藏族兄弟们。120多公里的路途中，偶有令人惊喜的风光，3个小时的时间也在不知不觉中匆匆溜过。我们当天的行程就此告一段落。何谓这一天的奔波，感觉既真切又模糊。怀着快乐满足的心情，我们进入了梦乡，开始向往下一天精彩的旅途。下一集我们将前往芒康县如美镇，路上我们见识到了传说中的怒江72拐。想知道这段路的景色以及路况如何吗？那么就请点赞、关注、订阅、留言、转发支持我们哦。